这次邦尼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台湾大宽屏近期推出的1G 加 WiFi 6方案。除了带来1G 方案的实战表现，也同时带大家来看这次随附的 WiFi 6在无线表现上究竟如何，一起来看看吧。在测试之前，必须先说，这次的实测结果只能代表邦尼所在位置的台湾大宽屏体验报告，所以在申办前务必询问是否有不需收费，而且可以免费拆机的体验时间。体验时用力测试，不满意赶快拆机，一切满意的话就开心使用吧。这次邦尼测试的是台湾大宽屏1G 加 WiFi 6的方案，跟大多的 Cable 解决方案一样，采用屋外光纤 Cable 拉进室内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会比较容易受到环境因素造成讯号品质下降。而关于尖峰时段的多用户使用状况，根据台湾大宽屏的节点管理原则，当节点流量达下行 40% 或上行 70% 时，也会进行光节点的切割。比较值得一提的是，1G 方案搭配的是50 Mbps 的上传，在速率上差异较大。若是同时上传及下载的大用量使用者，需要留意一下上传是否足够使用。但其实对一般家庭影音、浏览的使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这次搭配的机型是来自重启科技的 Koda 5310，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实测环节。这次邦尼的测试内容会分为有线跟无线两块，并且在尽可能保持一致的环境进行测试。首先来看到有线的实测内容，我们会分为 Speed Test 测速、国外网速测试以及主流云端3个部分。首先是 Speed Test 测速，在邦尼的测速结果中，台湾大宽屏的ping值大约都落在5到8毫秒左右，表现中规中矩。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已经足够使用。重度游戏使用者可以斟酌一下。而在测速上，基本上有线跑满1000 Mbps 左右没有问题，上传则是落在45到50 Mbps 左右。为了测试不同时段所造成的速率差异，邦尼也花了一些时间在不同时段测试。以下提供所有尖峰跟离峰时段我们的测速结果供大家参考。题外话，为了测试一整天闹钟一直响，真的是一场噩梦。在邦尼的测试中，台湾大宽屏1G 的表现其实不错，平均下载速率可以达到最大速率的 95% 左右，最低则是来到了920 Mbps 左右，整体来说算是蛮稳定的。接着是大家常用的云端服务，邦尼主要测试 Google Drive 跟 OneDrive 两款。首先是 Google Drive 10GB 上传测试，耗时28分45秒，1GB 则是花费2分47秒。整体来说，这是跑满50 Mbps 的表现，而10GB 档案下载则是只有1分35秒，1GB 档案下载则是花费了9秒左右。没错，就是9秒，感受上就是没人挡得住你的9秒，换算大约落在900 Mbps 左右，速度上还是很爽快的。而 OneDrive 这边上传则是分别花费了32分37秒以及2分59秒，下载部分则是分别耗时7分43秒以及49秒。为了验证，邦尼也同步测试一下隔壁棚的中电信300M， 数据也是落在7分49秒以及同样的49秒，换算大约只能跑到180 Mbps 左右，应该是受限于微软的伺服器。接着我们来测试对外的连线状况，邦尼采用的是 MySpeedMeter 进行测试。首先是香港，下载大约落在670 Mbps 左右，上传则是50 Mbps 可以跑满。接着是日本东京，可以达到760 Mbps 左右，上传一样可以跑满。再来是澳洲雪梨，大约落在580 Mbps 左右，不过上传就只有6 Mbps 了。而欧洲的英国伦敦明显受限，测速上只有25 Mbps 以及 3.5 的成绩。不过邦尼也实测隔壁棚的中电信300M 方案，其实也是落在23 Mbps 左右，下载也差异不大。而美西的洛杉矶则是达到440 Mbps 左右，上传则是落在6 Mbps。好，关于网络的相关测试就先到这边，接着我们来聊聊邦尼很有兴趣的 WiFi 6。简单来说，就是测试台湾大宽屏随附的机器在无线讯号上的实际表现。台湾大宽屏应该算是这一波 Cable 系统业者很快就跟上 WiFi 6的一家，这边主要测试的是随附的 WiFi 6无线讯号表现究竟如何。不过在开始之前，邦尼也先跟大家聊聊什么是 WiFi 6。简单来说，WiFi 6就是新世代的 WiFi 标准，
但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最近才听说 WiFi 默默推出到6了？没错，过去看到的 WiFi 标准大多会是以 802.11 后面接上 AGBN 或是 AC 出现，而 WiFi 6就是 802.11ax， 所以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简单来说的话，就是 WiFi 联盟有一天突然想到 802.11 加上英文字母，大家好像都搞不太清楚，也记不住，所以就给了 802.11ax 一个全新的名字，也就是 WiFi 6。而前一代的 802.11ac 就是 WiFi 5，在更前面就是以此类推。而 WiFi 6最大的进展就是能够带来更快且多人同时连线的速度，并且为了因应智慧家居时代， WiFi 6也加入了对于智慧家居的支援，进一步强化多台装置同时连线的性能。不过虽然邦尼已经讲了 WiFi 6接近2年的时间，但要等所有装置都支援，还是需要在一些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台湾大宽屏随附的直接是 WiFi 6会引起邦尼的兴趣，因为部分家庭其实不一定还会额外选购分享器，所以台湾大宽屏在分享器上做出一些努力还是值得肯定，毕竟目前各家主流还是停留在 WiFi 5。而在支援性上，过往的标准一定可以相容目前新世代的行动装置，例如很早就有 WiFi 6的2家三星系列旗舰 S10 Note 10、S20 Note 20， 以及苹果 iPhone 11之后的机型都支援了 WiFi 6。接下来邦尼就依照往例帮大家测试一下台湾大宽屏这台机器的表现吧。从我们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上可以正常辨识 WiFi 6，并且显示有6的 icon。在连接速度上也可以达到 Note 20 Ultra 最快的 1.2Gbps。而在测速上，邦尼以下一样提供平面图，让大家简单知道空间配置。邦尼一样将主机放在客厅的位置，以下邦尼分别采用支援 WiFi 6的 Galaxy Note 20 Ultra、iPhone 12 Pro Max 以及搭配 AX201 的 Surface Laptop 3进行测试。台湾大宽屏标示随附的无线速率大约可以达到700 Mbps 左右，而在邦尼的测试中，距离主机1公尺的位置，平均可以达到750到800 Mbps 左右。Note 20 Ultra 的连接速度可达 1.2Gbps。接着是隔了一道墙的办公区，平均可以达到450到500 Mbps 左右。Note 20 Ultra 连接速度可达680 Mbps。接着是更远的拍摄间 A， 可以达到290到300 Mbps 左右。Note 20 Ultra 连接速度可达408 Mbps。整体来说，讯号覆盖以随附的机型来说还算不错，应付一般25到30平左右的家庭都有不错的覆盖。再大一些，讯号就会比较明显下降了。不过前提是屋内墙壁数量不多，而若是更大的空间，就建议朝向额外选购 WiFi 6路由器搭配使用。整体来说，在邦尼的实测中，台湾大宽屏的实测表现的确在大部分时间中可以跑满1000 Mbps 的下载以及50 Mbps 的上传。不过就如一开始说的， Cable Modem 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 Cable 到家这一段的讯号品质情况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实际申办体验还是最准。大用量使用者、游戏重度玩家可以再斟酌，但大部分家庭没有什么问题。而随附了 WiFi 6，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小惊喜。那1G 的方案心得是什么呢？邦尼认为1G 的方案真的就是2个字：很舒服。尤其是家中时常有多人连线上网的家庭，相信体验过1000 Mbps 的 Google Drive 下载之后，是不会到回不去其他速率，但就是邦尼常说的，你不会回不去，但你一定会不想回去。最后期待未来上传可以再申诉，让整体体验更加平衡一些。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希望帮你测试的，直接在下面留言就可以咯。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App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